大家好，我是小小，第一次和大家见面，真的非常开心。我们频道平常都是云阳大哥在配音，可是因为这次我们做的是人文与服装的主题，所以人家就自告奋勇地争取这一集的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哟。还有，请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细说伊斯兰特别企划，罩袍之下是阶级、信仰还是时尚？揭开穆斯林面纱的1000年生存法则。大家平常在新闻或是出国旅游时，看到穆斯林女性，是不是直觉都会想，哇，天气这么热，她们全身包得黑漆漆的，一定很辛苦、很压抑吧？而且我们常常会把这些衣服通通简单的叫做罩袍，但小小要告诉大家，这真的是天大的误会哦。在伊斯兰世界里，根本没有一种统一代码的罩袍，光是样式就可以分成好几种呢。首先，最常见的是 hijab 西甲布，这种头巾只包裹住头发和脖子，露出完整的漂亮脸庞。在全球主流的温和逊尼派或世俗化地区，像是土耳其或东南亚，女孩子们最常这样穿。再来，如果去到伊朗，会看到一种叫 chador 恰多的样式，它是一块巨大的半圆形黑布，直接披在头上，包裹全身。最特别的是它没有扣子或拉链哦，需要用手在胸前拉住，脸部则是露出来的。接下来介绍的是伊姆啊，对不起，不小心看成海贼王的 boss 伊姆了。接下来介绍的这一类呢，叫做 niqab 尼卡布，它的特征是遮盖全身与脸部，只留下一道狭长的眼睛缝。主要分布的地区是沙乌地阿拉伯、波斯湾国家，是属于保守瓦哈比派。他们出门的时候，真的就像海贼王里的伊姆大人一样神秘，只露出一双深邃的眼睛呢。最后一种也是最保守、包得最严实的，叫做 burqa 布卡罩袍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罩袍哦。它从头顶一直罩到脚趾，甚至连眼睛的部位都用网格状的布料盖住，外面的人是完全看不到里面的，主要出现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部落区域。好啦，认识完这4大天王之后，小小要带大家坐上时光机，来聊聊第一个颠覆大家认知的硬核历史。把女人包起来这件事，其实根本不是伊斯兰教发明的耶。如果我们回到西元前13世纪的亚述帝国，天啊，那可是比伊斯兰教诞生还要早了快2000年哦。在当时的亚述法典里，有一条超级让人震惊的规定，贵族妇女和合法妻子出门必须戴面纱。相反的，底层的奴隶和妓女是严禁戴面纱的，如果违规偷戴，还会被割掉耳朵，甚至判处死刑。所以大家发现了吗？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、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，面纱不但不是压迫的象征，反而代表了超级 VIP 的顶级身份。他在向全社会宣告，我是不需要在烈日下流汗劳动的贵妇，我出身名门，受到家族的严密保护，闲杂人等少来搭讪。等到西元7世纪，伊斯兰教崛起，征服了这些地方之后，阿拉伯人其实是吸收了当地高等阶级的时尚文化。先知穆罕默德当初的着装建议，出发点其实是非常务实的，是为了让信女在混乱的治安中被辨识为受尊重的自由人，避免被地痞流氓骚扰。所以说，面纱一开始的 DNA， 与其说是宗教枷锁，不如说是古代中东社会的阶级防护罩和爱马仕包包呢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块布料跟各地的气候、部落传统还有宗派发生了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，简直就是一场全球地理的时尚伸展台。像是刚刚提到阿富汗的蓝色布卡，为什么是水蓝色的呢？这其实融合了当地的普什图族传统，还有20世纪初英国化学染料的引进。它那种百褶的设计是为了方便女性在崎岖的高山山路行走，而眼部的网罩也是为了帮他们阻挡高山强烈的紫外线哦。那如果我们去到富裕的波斯湾国家，像是杜拜或沙乌地阿拉伯，虽然他们穿着全黑的尼卡布和长袍，但小小跟你们说，千万别以为全黑就很单调哦。
在当地的富裕阶层，这些黑袍的边缘往往镶满了施华洛世奇水晶，或者用精美的金线手工刺绣。更精彩的是，黑袍底下，当他们在私下聚会脱掉外袍时，里面穿的常常是香奈儿、迪奥或是古驰当季最新款的欧美高级时装呢。这种外表极度内敛，内在极度奢华的反差，是不是超有趣的？如果觉得黑蓝色太沉重，那我们把镜头转到东南亚的印尼或马来西亚，这里信奉的是比较温和的逊尼派，加上热带岛屿那种热情开朗的性格，这里的女孩子把头巾，也就是当地俗称的图东，直接变成了行走的调色盘。她们会选用超可爱的粉红色、亮丽的碎花，甚至结合当地的蜡染技术，底下直接搭配牛仔裤和滑板鞋。对他们来说，挑头巾就跟我们出门挑帽子一样，纯粹是每天展现个人品味的日常穿搭。接下来，小小要帮大家解开一个每个人心里都有的最大的科学问号。在气温高达摄氏40度甚至50度的中东大沙漠，穿着全身黑漆漆的长袍，难道真的不会热死吗？答案可能让你大吃一惊，真的不会。而且它其实是一台会呼吸的行动冷气哦。早在1980年，世界顶级科学期刊《自然》就发表过一篇超级经典的研究报告，题目就叫做《为什么贝都因人在炎热沙漠要穿黑袍》。科学家帮我们解开了这个热力学的秘密。虽然黑色布料确实比白色布料更容易吸收太阳的热能，但神奇的是，这股热能只会停留在布料的表面，根本没有传导到皮肤上。当黑袍表面被晒得热乎乎的时候，黑袍内部的空气也会受热上升，从宽松的领口和袖口排出。同时，根据物理原理，相对凉爽的空气就会不断从衣物的底部被吸进来，这就是著名的烟囱效应。只要衣服保持宽松，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罩袍绝对严禁紧身的原因。黑袍内部就会形成一个微型的对流风扇，微风在衣服里面不断吹拂着皮肤，反而比把皮肤直接曝晒在紫外线和热浪底下还要凉爽，还要防晒哦。而且啊，罩袍底下其实另有乾坤。在只有女性的纯私密聚会，或是回到家里，她们就会立刻脱下这件大外衣，里面可能穿着极度清凉的细肩带小背心或热裤，完全就是欧美辣妹的风格。所以对她们而言，罩袍更像是一件出门防晒，顺便符合社会规范的超大防风防晒外套了。那到了冬天怎么办呢？在有明显冬季或高海拔的穆斯林区域，像是伊朗高原或土耳其，他们的着装逻辑就会完全切换。夏天的特制真丝和轻薄亚麻，到了冬天就会换成厚重的羊毛混纺、深色绒布，甚至是最高档的喀什米尔羊毛。这时候，罩袍和长版大衣就变成了最完美的保暖外壳。他们会采用洋葱式穿法，在里面塞满发热衣和厚毛衣。而头巾呢，也顺理成章变成了既高雅又御寒的时尚围巾，兼顾了信仰尊严，又超级保暖。今天小小带大家的这趟文化与科学之旅，并不是要为那些用暴力强迫女性穿戴服饰的极权国家洗白哦。就像我们频道之前聊过的，强迫她们戴上和强迫她们脱下，本质上都是在剥夺女性的自主权。但是，当我们撕掉可怜、受压迫这种单一的刻板标签后，我们会发现，穆斯林的服饰其实是一部活生生的人类学史诗。它曾经是古代贵族的骄傲，后来成为信仰的载体。它融合了沙漠老祖宗的热力学智慧，到了今天，更演变成全球高达数千亿美元的端庄时尚产业。现在连 Nike、Uniqlo 都争相推出运动排汗头巾和端庄长裙呢。面纱之下的他们，正用强大的消费力和品味证明，他们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精致与美丽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小小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种硬核又有趣的人文科普，请一定要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并分享出去哦。云阳大哥和小小都会非常感谢大家的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